美麗的大娥，求你嫁給我吧，我愛你。昨日新婚夜不是還說愛我嗎？怎麼今日就愛上一只鵝了？我知道此事突然，可情之一子本就不由人。何事？裴燕慈，我堂堂新婚妻子站在這兒，你不陪，竟跑去泡一只鵝，還要親他。你說話莫要這般直白。他臉上全是毛，哪來的面皮？他只是害羞。很好，不但瘋了，還瘋得很有耐心。清代，奴婢在。去後廚傳話，今日午膳加一道鐵鍋燉大鵝。你敢動他？我為何不敢？昨夜才同我拜堂，今日便要娶她。怎麼，靖北王府一個世子妃不夠，還要再添一位娥側妃？她不是側妃。難不成你還想讓她做正妃？若無昨日婚禮，本該如此。那真是委屈白姑娘了。她不委屈。她當然不委屈，她連你是誰都不知道。他还敢追我？今日不是他进锅，就是我回娘家。有我在，誰也不能傷他。讓開！不讓。裴燕慈，你清醒一點，那是鵝。我知道，可他眼神清澈，不似旁人滿腹算計。旁人？你說我滿腹算計？好，那我今日便算計一回。別怕，我在。我要這夫君有何用？世子，不許碰白姑娘。世子妃，世子這是怎麼了？我也想知道。清代，奴婢在。记下，午膳加姜。你還想動他？我只是怕鵝肉腥。傳周伯，開祠堂。開祠堂做什麼？告祖，我要給他名分。唉，別人爭寵好歹是個人，到我這成畜生了。王妃去還願還沒回來，這可如何是好？世子，何事？這是你的貼身玉佩。你給他戴。他喜歡。他若喜歡靖北王府，你是不是也要送給他？他沒有那般貪心。把後廚養鵝的婆婆叫來。你碰她做什麼？回世子，世子妃，這不是白姑娘。那是什麼？是白公子。這雲可真白呀！世子還拜嗎？真心相愛，不該受身份與性別束縛。清代，奴婢在。去後廚拿竹籠。沈之微，世子放心，我不傷他，我只是送白公子回他該去的地方。哪裡？後廚。誰敢？世子若今日真在祠堂前同一只公鵝拜堂，明日全任京城都會知道。靖北王府世子新婚第2日，拋下妻子求娶公鵝。世人不懂也無妨。那你醒來以後呢？我現在很清醒。不，你不清醒。清醒的裴燕慈連京城第一美人都懶得看一眼，更不會抱着一只公鵝說真心相愛。你很了解我。不了解，但我知道，清醒的你不會讓全府人看你今日這副模樣。
心相談。你若再追一步，我立刻让人把鹅龙送出王府。你敢威胁我？不是威胁，是救你。救我？是，救你醒来以后，不必面对满府人叫你鹅郎君。傅侍卫，看住世子。世子妃，这……他若再追鹅，明日被笑的是他。世子，得罪，你果然另有所图。是，我图今日王府別多個鵝夫人。小姐，若世子再要見他怎麼辦？告訴他，白公子回娘家了。鵝哪來的娘家？池塘。他看我的戒備不像假的，昨夜那些溫柔也不像假的。若這兩種模樣都是真的，那裴燕慈到底是怎麼回事？世子清醒了。今日有多少人看見？他记得，他竟然全都记得。若只算池塘邊，大概20來個。若算祠堂呢？整個王府。不過世子放心，那祠沒開，祖宗應該沒看見。屬下什麼都沒聽見。白公子也關好了。不要再提那個名字。哪個？白公子。好，那我以後只叫他鵝。世子，你今日為何會這樣？不知。從前可有過？沒有。昨夜呢？昨夜之事，你不必當真。那世子今日之事，我也不必當真。明白了。往後世子若再說心悅誰，我先看看對方有沒有翅膀。顧長風，屬下知錯，今日之事不許外傳。自然，我剛嫁進來，也不想第二日便變成了全京城的笑話。你沒有趁機提出任何條件。世子覺得我該趁你抱着鵝的時候，讓你寫下休書，再把鵝扶正。沈之薇，我只是告訴世子，我今日攔你，不是為了拿捏你，是因為我不想讓自己剛嫁進來，夫君就成了笑話。夜深了，世子早些休息。對了，明日是我回門，世子若還不舒服，可以不去。我回去。確定？確定。那明日，請世子盡量不要再愛上什麼奇怪的東西。不會。這王府才嫁進來2日，已經快住出10年荒唐事了。今日是回門，希望別再出什麼岔子。世子醒了嗎？還沒有。昨夜世子吩咐，今日照常陪您回門。不對，之薇，這個語氣不對。昨夜沒睡好。睡得很好。你眼下有青色。妝粉沒壓住。昨日是我不好，嚇着你了。先出發吧。慢些。再慢一些，午膳都要變成晚膳了。昨夜下過雨，路滑。車夫走得很穩。還是慢些安全。看來夫君今天又不對勁，得防着點。世子，我們被驢超過了。驢熟悉路況。今日我第一次回門，
若遲了，我母親會以為王府故意怠慢我。按平常速度走。小心脚下。世子待知微倒是周到。她是我的妻，我自然舍不得她磕着碰着。这小子比我还肉麻，哈哈，贤婿说的对呀。世子说话一向直接，父親母親別見怪。在王府住的可還習慣？他睡得不好。我沒有。你昨夜醒了3次。世子怎麼知道？我也沒睡。新婚頭一日，換了地方，難免不習慣。王府並無不周。吃得怎麼樣？很好。他不吃薑，不喜甜，也怕魚刺。有點東西。父親近日舊傷可還疼？陰雨天偶爾酸。傷在何處？左膝。王府府醫擅長調理筋骨，回府後勞煩世子替父親問復方子。好。攔不住他的關心，那就把關心分出去一些。我會自己調。刺多。我從小知道他。父親也愛吃魚。我不怕刺。岳父請用。多謝賢婿。知微，隨母親來。世子，我在門外等你。母親要問女兒家的私話。那我離遠些便是。父親一直想同世子下一局棋。父親，救我！是賢婿。好。這棉襖漏風啊。知微，你同母親說實話，世子是不是受了什麼刺激？沒有。他可曾欺負你？沒有。裴燕慈沒有欺負我。當真？當真。那昨日為何有人傳言世子要娶一隻鵝？那是謠言，那隻鵝是公的，娶不了。父親不是想下棋嗎？果然年紀大了，幹什麼都心酸。可以回去了。賢婿方才一直在讓，知微希望岳父高興。那世子現在為何不讓了？知微出來了。時辰不早，該回府了。世子一直看我做什麼？確認你有沒有不高興。今日我說話不妥。他竟然知道。可我控制不住。難道與清晨第一眼有關？這我今日沒有愛上鵝，但差點愛得我父親想打人。岳父看出異常了。父親只覺得你棋品不好。岳母呢？母親覺得你像受了刺激。昨日你醒來看見鵝，便愛上鵝；今日你醒來看見我，便……你懷疑與醒來第一眼有關？不確定，只是太巧。明日先別讓人靠近你。你想做什麼？既不能是鵝，也不能隨便是人，那花草總該安全吧？沈知微，我花粉過敏。嚴重嗎？只要不聞太多就沒事，只會腫。那便好。哪裡好？至少比娶鵝好。一盆花應該不會出岔子了吧？
小姐，這樣拿花是嗎？前日是娥，昨日是我。若真与清晨第一眼有關，總要试出個準數。可世子說他花粉過敏，府醫已經在偏廳候着，藥也備好了。原来你在这裡。完了，花也行。昨夜風大，可吹疼了。你果然安靜，不同旁人總說些傷我的話。旁人？又是我。世子，你來做什麼？我怕你離他太近。他怕生。他怕什麼生？你方才眼神不善。我眼神再不善，也沒打算吃他。你前日便想吃鵝。世子，你花粉過敏。无妨。會腫。為他腫也值得。沈之薇，你現在親他，半個時辰後就會腫得連眼睛都睜不開。你若真喜歡他，至少該讓自己體面些。那我抱着他。不行。為何？抱着也會腫。他柔弱，不能離我太遠。哪裡柔弱？傳府醫。是。退下。世子，你若不治，等會兒腫得眼睛都睜不開。那便不整。你若腫得看不見，便看不見他；你若咳得厲害，他也會擔心。他會擔心？會。你看，花葉都抖了，那不是風吹的嗎？治。莫怕，我只是略有不適。不能笑，真的不能笑。何事？回世子，偏院那邊已經安排妥當。退下吧。先喝藥。他看着呢。世子妃這句話比3張藥方都管用啊！放下！你再靠近他，明日就不只是嘴腫了。他抱走了他。今日有多少人看見？主院的人，還有端藥的小厮。我記得，我問那盆蘭花，昨夜風大，可曾吹疼？我還說，為他腫也值得。其實，世子那時說的還挺真誠。前日是鵝，昨日是你，今日是蘭花。人、動物、花草都可能。共同點是清晨醒來後第一眼。你也這麼覺得？不是覺得，是太巧。府醫說了，要按時用，明日就能消。你早就讓府醫候着。也提前備了藥。你明知我會出醜，還是先備了解法。我只是怕你醒來後悔。我還沒弄清楚你為何會這樣，但至少在這之前，不能讓你真做出無法收場的事。明日不能再讓不知情的人靠近。那便找一個知情、穩重、不敢趁機占你便宜的人。誰？顧侍衛跟了你多年，忠心可靠。沈之薇，兩個男人總不能也愛吧？小姐，這樣總沒活物了吧？還有一個，顧侍衛，今日只能委屈你了。世子妃，屬下能問一句嗎？問。若世子真像對那盆蘭花一樣看屬下，屬下該如何自處？世子清醒後完全記得，這是好事啊。這哪裡像好事啊？
木琵琶，拱橋月下，誰在彈唱？思念遠方牽掛。那年仲夏，你背上行囊離開家。原來這些年我身邊最信任的人，一直都是你。世子，屬下有罪。何罪？屬下不該站在這裡。你怕我？世子妃，救命！這下完了，两個男人還真能愛。世子，你又要拦？是。長風不是蛾，也不是花，所以我才更要拦。不必怕，有我在。世子，你与顧侍卫主仆多年，若今日言行傳出去，他以後還怎麼在軍中立足？你若真為他好，就不能讓他成為旁人笑廣。他們敢笑你？不敢。世子，顧侍衛年紀也不小了，你若真在意他，就該替他考慮終身大事。終身大事？靠！這世子妃，你是救我還是害我呀？男子成家立業，他總不能一輩子守在你門外。為何不能？你可有心儀之人？有。很好，不用我編了。奴婢没有。清代姑娘。顧侍衛，你別害我。清代。奴婢只是覺得顧侍衛忠厚。屬下也覺得清代姑娘穩妥。世子聽見了，若你真為顧侍衛好，便該成全，只能將錯就錯了。長風，你當真心悅他？當真？既如此，今日便定下。不急，婚姻大事豈能草率？顧侍衛忠心多年，清代又是我身邊的人，總要先相看，再問兩人心意。3個月後若仍願意，再議親。3個月太久。1月。世子妃。2個月。半月。世子若再逼，顧侍衛就要連夜投軍逃出京城了。屬下不敢。3個月。這3個月，長風不必守夜，讓他與清代多見面。不必，禮不可廢。為議親前，二人私下多見，於清代名聲有損。那便按規矩來。他瘦了。世子，顧侍衛只是跑得急。你不懂。今日有多少人看見？主院的人，顧長風、清代，還有外院巡邏的2個侍衛，應該只看見你把顧長風調走，沒聽見前面的話。顧長風呢？活着，也沒跑。想笑便笑。沒有，只是覺得顧侍衛今日也不容易。明日給他放1日假。世子這是補償他？是讓他閉嘴。很合理。今日之後，男子也會出發。是。動物、人、植物，男子女子都無區別。但已經觸發過的對象，似乎不會重複。所以，關鍵是清晨醒來後的第一眼，且只能是此前沒有觸發過的活物。目前看來是這樣。這個規律並沒有讓局面變好，反而更麻煩。下次再讓你站在第一眼的位置，未必有用。明日不能再用我，也不能用顧長風。小姐，那是廚房新來的狸奴，說是抓老鼠的。貓？這活蹦亂跳的，可比其他活物難防多了。明日把它送遠些。送多遠？送到他看不見我，我也看不見他的地方。明明昨夜還在柴房，奴婢拿魚竿拴着呢。用魚竿拴貓？他不認繩，只認魚竿。封住主院門窗，所有人退遠些。小姐，那狸猫不會已經進來了吧？小姐，這回總不能出事吧？說不準。
開門！你來了。世事難預料。为了見我，竟連夜翻牆鑽窗，辛苦你了。我懂。你懂什麼？他只是來偷魚竿的。你又要趕他走？世子，他是後廚抓老鼠的貓，他不該被困於後廚，他生來便該自由。他現在是挺自由的。他只是想留下印記。世子，他留下的不是印記，是爪印。都一樣。別走！世子，鬆手！你要上去追貓？他在等我。他在等魚竿。沈之薇，莫不用食物玷污他的真心。那他嘴裡的魚竿算什麼？信我。你若追出去，他會怕。那如何？又回来，讓後廚拿魚竿，越多越好。是。咪咪，不許這樣叫他。那叫什麼？雲娘。她叫雲娘？她身姿輕盈，如踏雲而來。雲娘。你別動，她若跑了，便是你嚇的。沈之薇，世子放心，我不傷她。你要帶她去哪？我只是送雲娘去一個安全的地方。哪裡？顧長風的院子。為何是長風？顧侍衛今日休假，院中清靜，沒人擾他。讓長風照看好他。我會的。世子妃，這是世子今日的心上人。屬下明白了。世子說讓你照看好他。他認魚竿，不太認人。屬下盡力。世子若擔心，我讓人去問一聲。不必，問他吃了沒有。口是心非。顧侍衛說雲娘吃了2條魚竿，睡了。那世子可以安心了。你很得意？沒有，只是覺得世子今日比昨日好哄。我不是被哄。是，世子是講道理。今日有多少人看見？主院的人，清代、顧長風，還有2名送魚竿的小廝，但他們只知道貓跑了。世子放心，雲娘在顧侍衛院中沒出府。我今日險些追出府。是。若你沒攔住，外面會看見。是。所以情況在變糟。你今日為何把貓送去顧長風院中？顧侍衛已經觸發過，若你明日第一眼看到他，未必會再出事。你在試第2條規律。同一個觸發過的人或物，似乎不會再讓你失控，但我還不能確定。明日讓長風守在門外。世子不怕。若能驗證規律，便值得。好，明日讓顧侍衛審門。世子。何事？雲娘好像不太願意配合我們的計劃。明日再加2條魚竿。3條，免得他亂跑。至少今日願意同我一起想辦法了。
今日要整理回门礼和王府旧账，只能去找小姐了。你守门还是喂猫？世子没事，太好了。小姐，礼单上有一处。你来了。世子，別怕，有我在，沒人能委屈你。奴婢不委屈。快起來！你平日將是這樣待他？屬下，他見了我便跪，可見在你面前受了不少委屈。世子，屬下前日是前日，今日我看清了。世子，顧侍衛沒有欺負奴婢。你不必替他說話。奴婢真沒有替他說話。你如此懂事，越發不該被草率許給他。不是我不明白，這世界變化快。世子，你也覺得長風配得上他？顧侍衛忠心穩重，之前世子親口說他與清代可以相看3個月。3個月太久，這門相看不必繼續。世子為何忽然反悔？他面冷，不會說話。屬下確實嘴笨，還整日帶刀，煞氣太重。他是侍衛啊。哼，那也不妥。清代該嫁一個能護他、敬他、事事以他為先的人。奴婢不嫁。那便不嫁。你若不願，沒人能逼你。世子這話倒是有理。既然清代說不嫁，那便誰也不能逼他，包括顧侍衛。屬下不逼，也包括世子。清代是我的丫鬟，也是清白姑娘。你若真為她好，就不能今日說疼她，明日醒來後又把她推到風口浪邊。昨日你為顧侍衛和清代定下3個月相看，今日你又要拆，若明日清醒後你又後悔呢？世子，奴婢只想好好伺候小姐。屬下也只想好好當差。3個月相看暫停。可以。暫停，不是取消。等世子病症查明，顧侍衛和清代若還願意，再按規矩相看。奴婢願意等規矩。屬下聽世子妃安排。這3個月，你離他遠些。是。他今日不必伺候你。為何？他受驚了，該歇。確實，再留一會兒，怕是要賞他一座院子壓驚。清代，去後院歇着。今日有多少人看見？我、顧長風、清代、廊下2個小廝。清代呢？在後院歇着，沒哭。明日給清代押金銀。以什麼名義？若說世子心悅他，所以給押金銀，他會更驚。那便以你名義。好。我今日險些毀了他名聲。是。也險些傷了長風。是。你為何不讓他直接離開王府？清代跟了我多年，今日若讓他倉皇離府，府裡人只會猜他做錯了什麼。留他在後院歇着，再由我賞押金銀，反倒像只是受了驚。你想得很周全。我只是不想讓你後悔。今日之後，不能再讓你身邊的人靠近。我們已經知道，已觸發過的對象不會重複，但也證明了一點，這怪症會傷到真正無辜的人。不是每個人都像顧長風那樣能扛，也不是每個人都像清代這樣知道內情。世子妃，前院遞話說柳姑娘明日會來給王妃送佛寺供燈名冊。柳姑娘？柳明珠柳姑娘，王府世交家的姑娘。知道了，退下吧。明日不許她進主院，最好也別讓你先看見她。這王府裡活物未免太多了。見過世子妃。柳姑娘不必多禮。我今日除了送名冊，還有幾句話想同世子妃說。
柳姑娘，請說。外头这2日有些閒話，說我與世子自幼相識，世子新婚後待世子妃冷淡，是因為從前同我有舊情。我與世子清清白白，他從前見我10回裡有9回冷着臉，剩下1回連看都不看。這解釋倒很可信。柳姑娘放心，我沒有誤會。我母親昨日才帶我見過江家2公子，雖還未定親，但2家都有意思。若此時傳出我與世子舊情未斷，不只對世子妃不好，對我也不好。這姑娘不錯，不裝糊塗，不借勢，也不曖昧。柳姑娘真的不必擔心。柳姑娘，別往主院去。那年仲夏，你背上行囊離開家，古道旁我與月來閒下，鳥裡秋千我哭訴情。完了，明珠，世子，从前是我待你太冷。表兄，你別害我。柳明珠是真的怕，我昨日才剛相看。世子，讓開。柳姑娘今日是來送名冊的。她受了委屈。我沒有。你方才說我害你。你現在這樣，確實是在害我。柳姑娘別怕，世子近日有怪症。怪症？他清晨醒來後，會對第一眼看見的活物生出異常情意。沈之薇。柳姑娘，你不是第一個，還有誰？我。還有1隻宮娥。什麼？1盆蘭花，1隻梨木。顧侍衛。柳姑娘放心，已經過去了。世子妃，辛苦你了。柳姑娘明白就好。她為何要明白這些？因為你若繼續這樣，柳姑娘昨日相看的親事就要黃了。對，你已經相看，只是見了一面。她配不上。世子，你連他是誰都不知道。世子，你昨日剛覺得顧長風配不上清代，今日又覺得柳姑娘相看的公子配不上他。再這樣下去，京城未婚男子大概都要被你嫌棄一遍。江家2公子很好，讀書好，性子也好，沒有欠債，也不會追貓，更不會對鵝求親。我不是那個意思。柳姑娘的意思是，她的親事不勞世子操心。對。她受了驚，所以你現在最該做的是離她遠些。你若真為柳姑娘好，就不要替她退掉昨日剛相看的親事。說得好，柳姑娘今日是來避嫌的。若她從王府哭着離開，外頭會怎麼傳？會傳得很難聽。你想走？想。顧長風，送柳姑娘出去。是。江家2公子是何人？世子問這個做什麼？查一查。不可。若他品行不端呢？柳家自會查。你若插手，柳姑娘的親事就真的說不清了。備一份禮。給柳姑娘。給柳家，以王妃名義謝她送名冊。這個可以，禮不宜太薄，也不宜太厚。為何？太薄失禮，太厚像有事。麻煩。避嫌本來就麻煩。你今日當着柳明珠的面提了宮娥。不過她信了，也沒有誤會。柳明珠離府後，可曾再差人來問？沒有。她那門親事可有受影響？暫時沒有。我已讓人以王妃名義給柳家送禮，只說謝她送名冊，禮不厚不薄，不會惹人多想。你已經安排了？江家那邊呢？沒驚動，越驚動越像有事。做得對。世子今日倒是醒得快。世子今日若不是被攔住，柳姑娘那門親事，大概真要被你一句配不上攪黃。我沒有糊塗到那種地步。世子白日裡確實問過江家2公子顧長風。很好笑。不好笑，不過今日也不算壞事，至少證明外客一旦捲入，比府裡人更難收場。今日多虧你。世子知道就好。世子妃，錦衣少爺遞話
說他明日一早要來給世子请安，裴景逸。是谁？我堂弟。景逸少爷还说顺道借点银子。他每次借银子都说顺道。明日不能让他靠近主院，尤其不能让我第一眼看见他。救命啊！小姐又来了。奇怪，走进主院看看。景逸少爷，属下说过，主院不可擅闖。我没擅闯。那你在做什么？我只是路过墙头，不小心挂住了。这小子前院进不去，竟然直接翻墙。小姐，借钱的人都这么拼吗？不拼怎么能借到钱？嫂嫂，嫂嫂救我！我若摔死在這兒，堂兄會傷心的。世子妃，世子醒了。很好，这回直接從天上掉。景逸，堂兄，別怕，這可如何是好？我接你下來。堂兄，你今日怎麼這樣好？別鬆！堂兄，我就知道你心裡還是疼我的。出了什麼事？也不是什麼大事。一般說這話都是大事。他受了驚。對，我受驚了。受了多大的驚？1000兩。賭鬼。堂兄，我也是一時糊塗。他們說小賭怡情，誰知越欠越多。今日午時錢若還不上，他們便要去我父親面前鬧。誰帶你去賭的？借條給我。給他。嫂嫂看着比堂兄還難糊弄。世子看清楚了嗎？堂兄，我知道錯了，我發誓這是最後一次。你上一次是不是也這麼說？上一次是真心的。這一次呢？這一次更真。說明你的真心也會利滾利。堂兄，他還小，17、18歲，能翻牆，能賭錢，能利滾利，還小。對，我還小，小就更該管。他今日是來求助的，所以才要幫他。世子若真為他好，就不能只替他還銀子。可以只替我還。今日還1000，明日他就能欠3000。那便替他還債，再給他一間鋪子。鋪子？鋪子真給他，只會多一處抵押的地方。世子，鋪子不能給。嫂嫂，怎麼不能給？你會管鋪子嗎？哦，我可以學。好。世子既然想給景逸少爺一個營生，那不如讓他先去王府鋪子學賬，學3個月。3個月？每日卯時到鋪子，跟賬房先生學算盤、看賬冊、認契書。嫂嫂，我不會算賬，所以才要學。我手笨。算盤會教你。我起不來早。屬下可以。我忽然覺得這1000兩也不是非還不可。你想被人追債？至少追債的人不會讓我學算盤。景逸，你受苦了。堂兄，賬房學徒太輕，3個月後若賬目學得好，再議鋪子的事。若再賭，停1年月例。堂兄，你不是心疼我嗎？正因心疼，才不能讓你再錯。嫂嫂，還是讓堂哥罵我吧。現在晚了。借據一式3份。3份？1份王府賬房存檔，1份送你父親。那還有1份呢？掛你床頭，提醒你每晚睡前看。照辦。再給他些零用，10兩。可以。從今日起，每日卯時去鋪子學賬。嫂嫂，我能不能選擇繼續掛樹上？
属下可以幫忙。不必，我忽然覺得他很親切。堂兄，那鋪子……先學會看賬，再談鋪子。我就不該翻牆。下次走正門。哪還有下次？我說要給他一間鋪子。說了。你改成了學賬。還讓他寫了3份借據。做得對。景逸少爺若知道世子醒來後也這麼說，估計會大哭一回。他活該。賭坊那邊，顧長風已經帶人去處理。鋪子賬房那裡，我讓人安排了最嚴的賬房先生。最嚴？聽說那位先生教哭過3個掌櫃。很好。今日多虧你了。知道就好。小姐，王妃院裡新送來一只鸚鵡，說是從佛寺帶回來的，会學人說話。把鳥拿遠一點。已經晚了。什麼？立字据！这鳥學得倒很實用。立字據！小姐，阿寶飛出來了。立字據！你竟懂規矩。很好，今日不是情話，改成賬房開去了。立字據！該立。世子，你又要趕他走？他會亂說話。直言規矩，何來亂說？10兩。連數目都記得。昨夜景澤少爺走時一直念叨，說堂兄只給10兩。阿寶聽見了。他還挺會挑重點。下來。10兩。下來，我護着你。我護着你。立字據。10兩。我護着你。誰欠世子10兩，還要世子護着？莫不是昨日景逸少爺？景逸！誰許你們議論？都起來！今日誰聽見什麼，都只當沒聽見。是。都退下吧。都沒聽見。這鳥真的不該留在王府。哎呀，可算找到了，怎麼飛到這兒來了？來得正好，他平日愛吃什麼？瓜子、松仁、蜜餞都吃。拿松仁來。阿寶，下來。不可用吃食誘他。那世子有更好的法子？下來，我接着你。10兩。阿寶，來這裡。立字據，我護着你，都沒聽見。帶去空屋。沈之薇。世子，今日他已經喊了半個王府，再不關起來，等王妃回來，他就能在王妃面前替你查賬。你若真為他好，也不能讓他因亂說話被人厭棄。10兩。帶走吧。10兩。景逸那邊怎麼樣？我讓顧長風去提醒他，若外頭聽見半句，他就多學3個月賬。想必他不會閉嘴。裴景逸未必怕丟臉，但他一定怕算盤。小姐，王妃明日一早回府。明日？嬤嬤說，王妃路上聽說阿寶在府裡學話學得好，想親自看看。明日之前不能讓阿寶靠近王妃，也不能讓我第一眼看見母妃。所以明日一早我守你醒來，阿寶送回佛寺。只能這樣了。若母妃問，便如實說。好，明日我陪你說。小姐，不好了！阿寶又飛了。不是，王妃提前回府了，阿寶還沒送走。王妃剛進洗腳門就聽到他喊立字據。這只鳥果然一日不走，一日都是禍害。
讓顧長風守門，我去攔母妃。知薇，母妃，这鸟一见我，先喊立字据，又喊10两，最後還說都沒聽見。你們主院這幾日到底在查什麼賬？母妃，先別進去。又來了，母娘。燕慈，你趕了一夜的路，只是提前半日回來，不算趕路。車駕可穩，路上可有人怠慢？誰安排您清晨進府？放心吧，我很好。傳府醫，我好端端的，傳府醫做什麼？你臉色不好，我只是沒睡夠。那更該歇着，拿遠些。父王，做什麼？母妃才趕路回來，需要休息。本王自然知道。既然知道，為何讓她清晨趕路？你今天怎麼回事？燕慈是我自己邀趕回來的。那也是父王沒有勸住。照你這麼說，本王還照顧不好你母妃了。父王若照顧得好，母妃不會一早帶着一隻亂說話的鳥站在主院門口。立字據。什麼字據？父王該立一份。立什麼？五兒今天怎麼了？往後母妃去佛寺，父王需親自安排車駕，每日問膳，每月陪母妃出府散心一次，不得讓母妃清晨趕路。世子，你若真為母妃好，就不能如此審問父王。父王與母妃是多年夫妻，你今日若逼父王立字據，明日醒來會後悔。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現在不問。燕慈，我有些累。我送母妃回院。軟轎已經備好，世子不宜親送。你若親自送，父王會更生氣。子時候帶他來見我。是，母妃。先走吧。哎，好吧，本王送你回去。我今日讓父王給母妃立字據，差一點。那隻鳥送走了嗎？還沒，王妃說子時後再處理。明日送走。我也是這麼想的。父王後來如何？被母妃勸回前院了。可曾動怒？很怒，但現在估計已經消氣了。母妃呢？母妃無大礙，只是讓我們子時後過去。走吧。現在？既然他親眼看見，便如實說。母妃，今日之事是我失態。只是今日。母妃，此事從新婚第2日便開始了。新婚第2日，那隻鵝也是。所以那鳥不是無緣無故喊的，府裡傳的含糊，我原以為只是嚇人玩笑。不是玩笑。所以那鳥不是無緣無故喊的。明日送回佛寺。從何時開始？新婚夜之後。合卺酒之後。母妃為何這樣問？你們成婚那夜的酒是誰送進洞房的？不清楚，不過酒的味道確實有些奇怪。明日辰時，把新婚夜伺候喜房的人全叫到正院。今晚便查。你今日剛讓你父王差點立字據，再連夜審人，明日府裡會以為你要清全府的賬。此事不能亂，明日按名冊一個個問。還有，那隻鸚鵡天亮就送走。阿寶送走了嗎？已經送了。那就好。今日王妃要問話，估計快開始了。行，現在就走。這是做什麼？王妃，昨日阿寶一直喊立字據，府裡都傳開了。老奴想着
今日問話不如寫清楚，讓每个人按手印，免得之後反口。也好，不過不是立自重，是录供詞。新婚夜的合卺酒是誰備的？回王妃，是按府裡規矩從喜宴酒坊取的。誰去取？王妃明鉴，奴婢沒有借銀子。今日問酒，不問銀子。是奴婢去取的酒。你親手從酒坊取來？奴婢原本是去酒坊取，可剛到外頭，便有人把酒壺遞給奴婢。誰？奴婢以為是庫房趙媽媽。不是奴婢，王妃明鑑，奴婢當夜一直在外庫清點回收酒壇，兩個婆子都能作證。叫證人。說，趙管事確實一直在外庫，沒錯，那段時間從沒離開過。你為何以為是趙媽媽？那個婦人穿着趙媽媽常穿的灰藍襖子，腰間掛着庫房腰牌，頭一直低着，說喜房催得急，讓奴婢趕緊送去。你看清臉了嗎？天啊，人又多，他低着頭，奴婢沒看清。腰牌呢？奴婢的腰牌還在身上，沒有丟。看來早有準備。那隻酒壺還在嗎？成婚禮器都收在舊庫，應當還在。去取。是。不是王府常用禮壺，王府禮壺底部會刻府印，而這個壺底空空如也。有人換了合卺酒壺，這隻壺被人特意送進了喜房，我和裴彥之都喝了裡面的酒。自那之後，怪症開始。查舊庫出入。是。竹籬笆，木琵琶，拱橋月下，誰在彈唱？思念遠方牽掛。壽安堂，那是裴老夫人的院子。母親院裡的人，秦嬤嬤是老夫人身邊舊人，祖母為何要取喜房禮器？成婚前，老夫人確實讓人送過一批舊物，說是裴家祖上傳下來的喜器，寓意夫妻和美。那隻酒壺也是其中之一。冊子上只寫喜器一套，沒細列。去請老夫人。先別驚動母親，事情未明，不能直接問罪。母親未必知道這壺有問題，若她知道，便要努清她知道多少。先查秦嬤嬤。王妃，秦嬤嬤3日前告假，說舊疾犯了，回鄉養病去了。哼。倒是巧，派人去尋。是。母妃在想什麼？我在想，母親或許認得此物。若老夫人認得，為何不明說？不知，也許她只知道這是舊物，不知後果。也許她知道一半，也許……祖母不會害我。我也不信母親會害你。所以明日去壽安堂，不是問罪，是問舊事。害怕？不是怕。那是在想什麼？在想，若那隻壺真是裴家舊物，為什麼偏偏被用在你我新婚夜？若只是害你，沒必要用這麼容易追到壽安堂的東西。若不是害你，那這壺原本是用來做什麼的？你今日沒有懷疑祖母？世子以為我會？你本可以，新婚不久便遇上這種事。若你懷疑王府有人害你，也不奇怪。我確實懷疑有人動了手腳，但沒查明之前，懷疑誰都太早。更何況這些日子真正出醜最多的是你。抱歉，我只是實話實說。你可以少說些實話。那恐怕有些難。母妃派人捎了句話，明日一早去壽安堂請安。看來母妃不是不問，她只是要親自問。
你每日這樣守着，不累？比滿院追貓抓鳥藍堂弟輕鬆。今日去壽安堂。壽安堂不是能隨意問罪的地方，我們不能一進去便說老夫人有嫌疑，先讓他辨認銀狐，再問秦嬷嬷。你倒是比我更会审人。世子若親自問，臉色太冷，容易像問罪。我平日臉色很冷。奴婢什麼都沒聽見。今日請安，倒像帶了政務來。祖母安。祖母，聽說你這幾日病得不輕。世子近日確實不大安穩，不安穩到連池塘裡的鵝都被牽走了。祖母聽誰說的？滿府連鳥籠都端走了，我若還不知道，便是瞎了。你這心腹倒是鎮得住場面。祖母過獎。不是過獎，換個膽小些的，恐怕早哭着回娘家了。你先退下吧。是。祖母可認得這隻壺？從哪裡找出來的？洗房舊庫。誰用過？新婚夜我與知微用的合金酒。糊塗。這隻壺不是王府常用禮壺，壺底也沒有府印，舊庫冊子上卻寫着成婚前3日壽安堂秦嬷嬷許過喜器1套。秦嬷嬷，她3日前告假回鄉，但派去她老家的人回話，說她根本沒有回去。她沒有同我說過。祖母知道這壺不能用。知道。既然知道，為何還留在舊庫？因為這東西不是害人的毒物，也不是誰想用便能用出事的妖物，它是你祖父年輕時從一個老道手裡得來的。老道？那年裴家有難，那老道救過你祖父一命。臨走前，他留下幾件舊物，其中便有這隻壺。他說此壺名為照心，不可妄用。照心？若飲酒之人心中有情卻不肯認，有念卻偏要壓，便會照出心中妄念。這話與這些日子的荒唐竟隱隱對上了。照心照出鵝？你還真有鵝。祖母只需回答。我只聽你祖父說過幾句，並不知具體後果。當年那老道說的玄乎，你祖父不信，我也只當是不吉之物，鎖進舊庫。多年無人提起，我幾乎忘了。祖母沒有讓秦嬷嬷娶她？沒有。成婚前，我確實命秦嬷嬷送過一批舊喜器，但只是普通玉如意、合歡佩之類，沒有這隻壺。秦嬷嬷為何敢私取？這正是我想知道的。所以現在最要緊的是找到秦嬷嬷。她若逃，是心虛；她若沒逃回鄉，便極有可能去找當年那老道。祖母知道那老道在何處？當年他臨走時留過一句話：若裴家後人因心債而亂，便去城西30里外的無名觀尋他。心債？你這些日子到底發作成什麼樣？世子清晨醒來後，會對第一眼看到的活物生出異常情意。活物？人、動物、植物都有。倒也見多識廣。孫兒是身不由己。每次持續多久？子時後恢復。恢復後記得？記得。那知微這幾日倒是辛苦。夫君的事便是我的事。若真如你們所說，這便不是迷藥，也不是普通邪術，得去無名觀。祖母可還有別的線索？
拿着。那老道若還活着，看到这個，應當知道你們是裴家人。你如今這樣，我不放心讓你拿。多謝祖母。你們打算如何做？先查秦嬷嬷去向。若他真往城西去，我们便出发去无名观。我讓周伯配合你們，此事由你們去問最合適。这是自然，就不劳您費心了。世子妃，派去秦嬷嬷老家的人又傳回消息，說秦嬷嬷沒回鄉，她最後一次露面是在城西方向。備車。是。我同你去。不怕？怕，但我更怕你明日醒來又愛上路邊什麼活物。竟說內話。我還想看看新婚那句我心悅你到底是真是假。小姐，這地方真能住高人？看着不太像。進去。師傅，那是供桌上的禮。神仙不餓，我餓。可那是信中們供的。信中供的是心意，我吃的是禮，不衝突。道長來了，你知道我們要來？略知一二。道長認得這個？認得。你祖母當年脾氣比你還硬。道長慎言。這就不愛聽了，難怪娥要遭罪。進來吧。還有，你們要找的秦嬷嬷也在。她在這裡。昨夜來的，哭了半宿，說她害了世子。世子。秦嬷嬷，合卺酒壶是你取了？是奴婢，可奴婢不是要害世子，也不是要害世子妃。奴婢只是聽老夫人當年提過一句，說裴家舊庫裡有一隻照心壺，能照夫妻真心。成婚前，老夫人嘆過一句，說世子性子冷，新婦嫁進來怕是要受委屈。奴婢便動了糊塗心思，所以你私自取了壺。奴婢以為那壺最多讓夫妻酒後說幾句真心話，奴婢真的不知道會鬧成這樣。你為何冒充庫房趙媽媽？奴婢知道舊東西不能亂動，怕被查到守安堂，惹老夫人擔責，便穿了趙媽媽常穿的灰藍襖子，又找了塊舊腰牌。奴婢想着，只要世子與世子妃和和美美，事後無人會追究。那為何3日前離府？奴婢聽說府裡出了怪事，又聽見有人提起娥，奴婢嚇壞了，這才想起老夫人當年說過，無名觀有位道長知道此物來歷，奴婢不敢回守安堂，便私自來了這裡。那事情就簡單了，秦嬷嬷自作主張，好心辦了壞事，並不是有人處心積慮謀害。你該回去向祖母請罪。奴婢願受責罰。道長，照心壺到底是什麼？照心壺不是毒物，也不是尋常邪物，它照的是人心。說清楚。你心裡有情，卻不肯認。合卺酒入後，照心壺把你壓着不認的情意打散了。清晨人心最空，醒來第一眼看見什麼活物，那些情意便會錯投到什麼身上。放心，他沒有真愛上你。多謝道長。鵝、貓、花、鳥、人都是殼子，真正的情意不在他們身上。他們只是替某嘴硬的人受了牽連。為什麼他會記得？因為這不是失魂，他的神智一直在，只是情意被錯投，他自己也被那股情意牽着走，所以他說過什麼，做過什麼，醒後都會記得。為什麼已經錯認過的人不會再錯認第二次？因為那股情意認過殼子，認過一次，便知道那不是歸處。所以讓這姑娘守着你醒，倒是誤打誤撞找了個臨時法子，但這法子撐不了太久。
什麼意思？3日內會有一次最強的錯頭，到時就算第一眼是自己内心的人，也未必压得住。因为胡照出来的不是玩笑，是你一直不肯承認的真心。如何解？錯認時，自己認出那不是。他得自己選對真正想要的人。這東西能讓他短暫清醒半刻，但只是拖延，不是解法。若次次靠服下去，這股情意會越積越重。也就是說，最後必須讓他自己認出來。對，而且最好別再讓他逃。我何時逃了？你都能讓娥替你受情債，還不叫逃？我收着。萬一真出事，總要有人能用。還不算沒救。道長，最後一次錯頭大概會落在誰身上？這個不好說，有可能是人，也有可能不是人。那豈不是還要防着娥？別什麼都怪娥，娥這幾日已經夠冤了。沈知微，我只是覺得道長說的有理。這位夫人比你講理，至少今日講理。很好笑。世子放心，我不是笑你。那你笑什麼？笑那只鹅清白了。沈知微，若最後一次真的失控，你不必應承，符在你手裡。若我又認錯人，你便燒符。那若燒符也只能拖半刻呢。道長說最後要你自己認。我會認。世子，世子妃，王府来人傳話，永寧郡主明日一早來探望王妃。3日內來得這麼快？沒想到竟是我的表妹，她在京中可是出了名的爽利明豔。符帶了嗎？帶了。若我失控，別猶豫。道長說符只能拖半刻，半刻也夠你走。若真到了那一刻，我先試着叫醒你。若叫不醒呢？那就燒符。好。表嫂，郡主，我來探望王妃姨母，順道看看你。外頭都說表兄近日病得古怪，還說跟娥有關。你放心，我不是來看笑話的，我只是好奇，郡主今日最好別見世子。為何？是這樣的，所以若表兄今日看見我，我也有可能倒霉。沒錯，我雖膽子大，但也沒有大到要跟娥排一個名單。那我今日不見表兄，多謝郡主體諒。不是體諒，是保命。表嫂，你也不容易。換我新婚遇見這事兒，今日娥，明日花，後天顧侍衛，我大概已經去宮裡請旨改嫁了。走，我帶你去找王妃。表兄，你先別這麼看我。永寧，表嫂，我倒霉了。你不該一個人來。我不是一個人，我帶了4個丫鬟、2個侍衛，還有一車點心。人多也不安全。這聽着怎麼像要把我關起來？世子，難道有用？你看看我，他不是什麼？他不該來，他只是來看母妃，他會被牽連。不會，只要你認出來，他就不會。表兄，你好好認，我不是，我也不想是。別燒，
你醒着。表嫂，要不你还是烧吧。裴燕慈，你记得宫娥吗？你记得兰花吗？记得。记得顾长风吗？记得。这破咒口令听着真不体面。那你也该记得，他们都不是，永宁郡主也不是。那谁是？你自己说。表兄，我真不是。表嫂比我镇定，比我聪明，比我会救场。最重要的是，她已經替你收拾了鹅、花、貓，還有人。表嫂，你這婚成的也太忙了。不是他，我不选他。多謝表兄。沈知薇，我选你。裴燕慈，表兄这是选完就暈，叫溥仪。没事，他自己認出來了。你想怎麼做？先讓溥儀看，再讓人去無名關，請道長過府確認。好，按你說的辦。還有永寧郡主今日所見，請母妃替我們壓一壓。不用壓，我什麼都不會說。好。世子脉象有些急亂，像是心神驟耗，並無性命之憂。无事便好。行了。这次我沒再選錯。我說的話，你聽見了？聽見了。哪一句？你說永寧郡主不是。還有。你說你選我。那不是咒，是我。我知道。小姐，道長到了。請他進來。不錯，終於沒讓娥替你受苦了。趙興湖的咒意散了大半。大半？南方這裡算是過了。還有哪裡？合金酒是2個人喝的。不過夫人心性穩，發不發作還不好說。但若真發作，也該輪到你守他了。說清楚。不急，先讓我喝口茶。道長的意思是，我也會像世子一樣，醒來第一眼看見誰，便心悅誰？未必。快說。趙興湖盛的是合金酒，你2人同飲，自然都有牽連。只是世子心裡情意壓得太深，嘴又硬，狐意先照在他身上。說他。世子非心性穩，這些日子一直在救場，情緒沒亂，所以未曾發作。但今日世子自己認了真心，趙興湖殘意被撞開，難保不會牽出他心中那一點未說出口的念頭。未說出口的念頭。道長說的玄乎，不必全信。你看，這也是嘴硬。若他發作，如何解？輕得多，多半不會像你那般滿府亂認，至多是心知外露，藏不住話。這符不是壓他的，是給你冷靜用的。我為何需要冷靜？你若明日看見他誇別人好看，未必冷靜。不會有別人，明日我守着你行。世子不睡，我守夜。我只是可能發作，不是一定會。可能也要守。原來這些日子，我每日守着你醒時，世子也是這麼想的。辛苦你了。其實也不算太辛苦。你不必替我遮掩。好吧，是挺辛苦的。
以后不會了。志薇，裴言慈，你今日真好看。清代，出去。我夸你，你为何赶他？你现在清醒吗？清醒。那你为何忽然說這種話？因為想說。還有哪裡不是？沒有，只是覺得你坐在那裡守我一夜，像個很合格的夫君。小姐，奴婢還能進來嗎？不能。世子，你這樣很像昨夜被道長說中的樣子。哪句？需要冷靜。參意很淺，不會再亂認了。不會，今日過後便散得差不多了。不過他今日說的話多半都是真話，所以想問什麼，趁今日。世子想問什麼？你真的覺得我像個合格的夫君？今日比昨日合格。只是今日，從你沒有燒符自己認出我的時候，也很合格。裴燕慈，我不是因為你中咒時說過多少好聽話才留下，我留下是因為你清醒後會認、會負責、會改，也會在明知道丟臉的情況下去找答案。當然，你追鵝的時候不算。清代，可要把婚禮補一補。為何不是酒？世子還想再試一次照心壺？花茶很好。沈志薇，我心悅你。我知道。別緊張。世子妃，府門外來了個小道童。何事？他說他師父讓他來送一句話，說趙新湖的事算是結束了，但裴家舊庫裡不止這一件舊物。